步子越大，越接不到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来。首先，咖啡OK， 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。OK， 在直播间的时候，很多人问，同时我也大概示范了一下。不止直播间，连在传统教学啊，或者你正在学球的时候，你老师都会听到教练说，步子大一点，这样子你能接到球；步子大一点，跑的时候步子大一点，要不然你会接不到球。其实并不是 ，OK， 反而呢是相反的，所以我知道你可能会在想，你很多问题，很多问号，对吧？所以你接着看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，好吧 ？OK， 还没开始之前呢，我要先说就是在这一阵子呢，我们已经连续直播了快2周了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将会停止直播，我们会停止直播1个礼拜1个星期多。OK， 因为我现在其实不在北京啊，我在欧洲，现在我已经出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阵子会停止直播，然后我回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们会继续直播，我会临时通知你们吧，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6号或7号晚上我们就可以继续直播了，好吗？但是我到时候会再通知你们。说到直播呢，前2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做直播的时候呢，我们聊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对吧？不只回答到你们的问题，你们问了很多，怎么打个快速球啊，打不同的战术啊，怎么打个转身球啊，到底如果别人杀我追身应该怎么接，然后应该怎么发力，什么被动球，各种反手怎么，全部我们都说了。更重要就是我们聊了大部分的顶尖球员，我们不要说大部分，很多啊。OK， 我们聊了安塞龙、昆拉乌特、李宗伟、陈龙、陈宇飞、戴资颖、金廷、陶田、李子嘉、这个吴家朗、混双球员、渡边勇大、郑思维、黄雅琼，就很多。我们聊到他们呢，我们聊了什么呢？我们聊了他们的特点。OK， 他们经常用的一些套路，然后呢，他们赢球他们会在哪里，然后他们怎么组织他们的打法，然后他们速度上怎么去变节奏，等等等等的，然后他们在对付不同球员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去打，为什么他们赢这场球，为什么他们输这场球，我们一个一个的分析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我相信你们也学到了很多不同的套路，更重要就是呢，你们学会怎么去看比赛了。这样子每一次你们看比赛的时候，你们都在学习，而不是像大部分人呢看比赛就是为了凑热闹，哇，好球，哇，太棒了，哇，这个球他都能接过来，哇，太厉害了啊！今天他太多输了啊，今天他紧张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给我们看得更深一层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将会继续再做，我回到北京的时候，我们会继续再做，好吧 ？OK， 好。当然呢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送了20支球拍 ，OK， 恭喜所有的获奖者 ，OK， 我们送了10支天府77和10支公11 Pro， 好吗？然后这个我们下一次再会继续的做，好吗？那我们就废话少说，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。OK 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啊。很多人问我教练啊，为什么我学会了步伐啊？这就是学会了步伐过啊，就是我会我的启动，我会不同的步伐，我会并步，我会交叉步，我会后交叉，我会前交叉，我会各种各样的啊，不管是被动或主动啊，我都知道该怎么做不同的启动，该怎么去用不同的步伐。但是为什么我那么慢呢？是因为我启动不对吗？很多人我看了，启动没有不对。好，是不是因为我步伐不对？没有啊，这些是已经学过步伐，学过并步，学过一切学过了。也就是说呢，移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为什么总是接不到球？就在这边，因为你们的步子不够小。对了，你确实没有听错啊，我说不够小，不是不够大。很多人会觉得步子越大越可以到位，错，步子越大越慢。OK， 好，现在你可能觉得我在说什么？好，没事，我现在示范一下给你看，然后呢，我们从旁边来跟你解释到底我在说什么。我会从好几个角度去跟你们解释，我说为什么步子越大越接不到球或越慢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当我们在说步子大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步子大就是这样子，我每一步我都迈得很大步。好，你发现到吗？我每一步要迈的大步，前提是我的一个腿在空中久一点，越久我就可以迈得越远，对吧？抬得越高，我就可以迈得越远。那如果我脚没有在空中抬很久的话，我就是落地，
落地，所以步子就显得很小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发现到吗？当你步子越大，你越在同一个位置，你会花很多时间在迈腿在空中。你看啊，我要开大步点对吧？我就会，你看到吗？我一直还在这个原地的，才到第2步。但是如果我走小步的话，我每一步我都在动。好，那这个在打球上面怎么去说呢？你要知道我们在打球的时候，对吧？尤其是下手球啊，尤其是被动球，因为我们在说快的话，通常是说接不到球都是因为被动球嘛，对吧？被动球是为什么你越大步你越接不到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不是在看谁可以去得更加远。因为如果我们只是看谁去得更加远，但是没有说在设定的时间内到，因为打球是这样子的，他打了可能半秒或1秒内我们就要接到球了，要不然就落地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说好，这个是没有时间限制，就看谁可以迈得更加大步，那不一样。但是如果这是说好，在1秒内看谁可以碰到线，1秒内看谁可以碰到线啊！如果你在原地做这个大步，这样子而已，你都1秒了，比起我走，不到了，能理解吗？所以呢，你越小步，你越快。OK， 你要知道，我们打球的时候呢，这个球场呢也就那样而已，它没有再大的了。OK， 没有人说要跨过线还是没有，因为你还有拍，你还有身体，你跨出去你是能接到的。其实呢，按理来说呢，你的范围呢，移动的范围其实也就在中间这边而已。后面最后一步呢，是如果你做了确认步，你确定球在哪里了，那个我们才做一个攻坚步或者一个确认步。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。OK， 我这个要先说，为什么我说呢？越小步越快，越能接到球，而越大步你越接不到球。甚至你可以看国际球员，你看到日本球员还是总之快的或景廷啊，你发现到他们哇好快好快，为什么？你会发现到他脚他步子特别小，对吧？啊，懂吗？我在说步子特别小，你们可能会想什么？步子特别小，你确定能到位吗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我大步的到不了位，那小步怎么到位呢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个错的概念，你们认为大步呢可以到位，大步是可以到位，但是你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这是重点。大步可以到位，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在1秒内到位，我必须用小步 ，OK？ 所以呢，你看，我先做个步伐例子给你看，好吗？然后你看一下2个节奏 ，OK？ 我都会用一样的力量去跑，一样的速度去跑，但是你会看哪一个显得快，哪一个显得慢，好吗？第一个我先用大步的，我用大步来跑6个点，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时间还有那个节奏啊。OK， 整个你会觉得很慢、很吃力的。比起现在我做小步，你看，看到吗？整个人每一步我都在动，比起我在原地太久了，球落地了。好，我知道你们看了，你们会想什么？哎，教练啊，你不是全部的小步啊，你有些大跨步，你有些大的确认步。好，那一个呢，我等下会解释。当我说小步是什么，然后呢，当你在做小步的时候，你可以快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抢更加快？你可以用一个大步，但是那个一会儿我会在后面跟你们仔细的解释。OK 啊，我不知道从这个录像啊、这个视频上面你们看得到那个区别吗？但如果在现场的话，肯定是看到那个很明显的区别啊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是带上一个球，在平时打的话，你会看到更加明显。好，但是今天我现在是一个人，我助理没有在，所以我只能这样子示范给你们看。但是没事，我会把这个理论这个道理跟你们解释，然后我们会聊一些这些顶级球员，再看看他们，你会发现到他们很多是小步。OK 好，所以呢，打球呢，我们是说越小步你越快，因为每一步每0.1秒你都在动，比起你0.1秒你才叫抬腿，在往这边迈的时候，你还在原地的时候呢，球都落地了。我们不是要看谁跑得更加远，我们是要看谁跑得更加快，在有限的时间跑得更加快。好，我说到小步呢，肯定会有人有这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就是如果我个子不够高怎么办？
小步还没有到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就是小步不就是小碎步吗？小碎步不是显得很乱吗？每次我打球的时候就是很多小碎步，我教练跟我说，哎，你步子太乱了，干净一点可以吗？大步一点可以吗？稳一点可以没有？不要那么乱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不是啊。好，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个子不够高，是不是应该用大步？没有啊，都是用小步。你要明白啊，当我们在接球的时候，像我说的，这个是有限的这个范围，不会去得更加远了。所以呢，其实呢，你只需要移动，从中场移动到一点就行了。从这边，比方说这中场对吧？那边是边线吗？我只需要动到这边，我就可以跨腿了。其实这样子的话，我都可以跨那个线了，我都可以过。真的，加上你的对的弓箭步，加上你的球拍，你可以跨得很远了。即便我站这边啊，我站这边啊，一小步，我加上弓箭步，加上我的拍啊，我就可以到最远的那个线了，一定可以的，懂吗？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就在于你的第一步多快，多快。你越大步，你看到吗？我这个步要来这边就越慢才可以跨腿。如果我这小步，我就可以跨腿了。OK， 好，那就是说呢，如果你矮的话，到最后呢，你要做的就是一个大的跨步。这个大跨步就是一个正确的弓箭步而已。同样的后场也是一样，后场的时候你看我们小步对吧？小步嘛对吧？但是我们小步最后一步我们怎么样？如果球很到位，我做一个大的确认步，我就到位了。OK， 而且我们打球不会到这边啊，到这边的话，你想一下，我在这边打，这球就出界了。按理说我们每次打后场球，我们差不多到这边就差不多了。再加上你伸拍这样打的话，去这个球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打后场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差不多都要推到这个白线而已。所以呢，其实你只需要去对的方向就行了，快速的去对的方向，最后一步就是一个确认步就到了，前面就是一个确认步，懂吗？确认步。能理解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时候移动的就是启动的第一步，启动移动。然后你已经确认你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，你只需要一个对的弓箭步或对的一个确认步，你就到位了。很多人就是想要大步，变成了第一步就很慢，在原地站得太久了。你在原地站那么久，球都落地了，你再要跨就落地了，能理解吗？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说了吗？通常呢，被动球我们才会接不到球，对吧？很多人就说，哎，教练，掉得很远，我接不到。然后我跟他们说，你步子太大了哈，没有道理，怎么可能？好，你们听啊，当我们这时候被动的时候，就是球快落地了，对吧？就说球会越来越低。你想一下，你要跨得越大，你就要在空中越久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人在往上升的，球在往下走，但是你在往上升，但是球在往下走，所以有可能呢，你到了，但是球已经落地了，所以你可能讲，哦，我差不多到了，我去在这边了，我就到了吗？但是你可能要跨了大步，你在空中太久，哎呀，球掉了，哎呀，你就来不及，球落地了，所以老师觉得，哎，我为什么好像慢那半拍？而小步呢，我可以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，因为我的步子每一步都在踏，懂吗？我不是在。能理解吗？你越大步，你在空中的时间越久，变成下手球你很慢。OK， 所以你整个人你可以去得更加远，但很慢。好，那是不是说大步就完全不能用？不是，大步是可以用。如果你在主动的时候，比方说你戳了一个球，别人挑得很高，完全有时间了，你就可以大步了，啪，没有问题。你要这样大步没有问题，因为球在空中很久。这个你还走路也可以，对吧？这种然后走也都有时间，所以这个就我们不怕，我们也不在乎啊，对吧？就是很高球、很慢球，我们在主动，我们要用大步，无所谓。大步是慢，可以去得更加远，但是呢，因为球更加慢，那我们就没有问题。往往都是球比较快，球往下走，球让我们被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接不到，所以完全你就一定要小步，能理解吗 ？OK， 你看金廷啊这些。滔天，为什么他们步子那么快？为什么日本球员那么快？你会发现到他们好像老鼠一样。
对吧？因为他们每一步都在动，他们每走一步，他们都在动。因为真的，我只需要走到这边呢，我就可以跨腿了，对吧？如果你连走到这边都需要那么长的时间，才完蛋了，懂吗 ？OK， 所以呢，你会每次看到球员打得很快的，都是你觉得个子比较矮，他或显得很快，或节奏很快，都是这样子。当然了，这边我要先说一下，如果你本身个子不是很高的话，你每一步本身呢就是比较小步。所以为什么比较矮的球员呢？他们跑动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正常跑位，但他们会比一个正常人显得更加快，因为他们本身腿就短，他们跑的时候呢很快就落地，他们就可以赶紧动。所以为什么个子比较矮的人呢？他们在接杀，他们在接低点球呢很快。OK， 本身他们重心又低，他们只需要伸拍。另外一点呢，他们每一步都在动。比起如果你个子很高，你要迈一步的时候呢，你会比较大步，懂吗？所以这就是那个区别。当然了我并没有说个子矮的话就要用更加小步，没有，个子矮的话本身他们就短，他们就用个正常步，他们就比正常人呢就是快很多了，节奏最重要是节奏就快很多了，能理解吗？好，我并没有说个子很矮就很好啊，没有啊，它还是有它的缺点，但是我们在说它的节奏，在场上的节奏。他们会快很多，所以为什么你看好像山口茜或者日本球员啊，或者是今天会显得那么快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如果你个子很高的话，就像安塞龙就行了，把步子做小一点就 OK 了，这样子你就会快很多。即便你是主动的时候吧，我要突击，对吧？球这样子吧，我要突击掉，我不可能这样子的。慢的，球越来越低，我会踏就直接杀了。当然了，这些呢，像我刚才之前说的，这些是你已经会了启动，你会步伐，你会一切攻坚步、确认步这些起跳，你全部都会了。我们要加强，我们要更加快，我们要更加主动。即便在被动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抢高点，就在小步，能理解吗 ？OK， 就一个例子，我给你看啊。如果这边有一个人扔球啊，好，如果我从这边我要去到那个角落啊，如果我是这样走，很慢的，但比起我小步第一步，就小步啊，就到了。懂吗？因为到最后呢，我是要接近这个范围的时候，球在空中，球越在空中，它越没有到边线，能理解吗？因为球是这样飞的吗？它越在空中，它就其实越接近你；它越落地，它就越远，对吧？球这样子掉过来，它是在空中越接近你吗？越远就离你越远。它从这边去到那边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如果我一小步，我可以早一点跨到这边，我其实可以接到球了。我越大步，我在空中越久，球离我更加远。我在这个球掉，哎呀，就慢了，懂吗 ？OK， 当然这一点我们也是讲究你的步伐啦啊，因为如果是快速的话，我们都会用并步啊。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，快速球我们都会用并步，慢的球呢我们都可以用交叉步。所以有些人会说，为什么我接不到这种快速球？首先你步伐都不对，你会用交叉步去接一个快速球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我们有在步伐的网课有说啊 ，OK， 这种启动啊，这种原地、这种移动启动啊，不同的启动有前后启动，有平行启动 ，OK， 在打球的时候会有一个连贯启动，这种你一定要会的啊。会了呢，然后你的不同的步子要用并步还是交叉步，这个你也是要会。会了呢，你要更加快，对吧？就是把你步子做得小而已，做得小，前面一步做得小，确认的球在这边掉了，做一个跨步、大步的就行了，或后场并步快的，然后做一个大的确认步。你会很快的，你会特别的主动。刚才你看我在做步伐的时候，后场这边对吧？我有时我会用后交叉是吧？好，为什么我不用并步呢？为什么我打完球我不这样子并步呢？很多人会这么学，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基本我先大概给你们说啊，如果你用这样子用并步的话，别人挑去你头顶用并步的话，对吧？从这边挑去你头顶啊，你用并步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你找不到球了，你完全找不到球，而且即便是直线，我挡了完，别人挑得很高对吧？我这样子对吧？我节奏会错的，我一定会是后交叉才做的，这个是有原因的啊。OK， 所以呢，你们有时觉得，为什么有些国际拳他们不止这样的？好，这些呢，你们要去看步伐的网课。而且其实你们明白步子怎么用呢？步子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你更加容易、更加合理的去移动、去接。好，那下一个经典问题来了：越小步不是越多小碎步吗？不是更加乱吗？听我说啊，你们每一次呢
看你们的录像，你觉得哎，为什么我接不到球？因为太多小碎步了。其实不是因为你们太多小碎步了，而是因为你的步子还有启动不对，导致你们在原地挣扎很久才动。那个不叫小碎步，那是步子错。比方说这样子，如果我做个正常的步子啊，后场到前面啊，我做小步的啊。OK， 比起你们是这样子，你们小步啊，看到吗？或者是正常一点，你们会这样打球，打。看到吗？你学了很多小碎步，不是，是因为你启动不对，你不知道怎么做一个连贯启动，你在原地启动挣扎了很久，变成就显得很多小碎步。那你们教练会跟你们说，踏步一点，不要那么多小碎步。错，不是小碎步，而是步子不对，显得很多小碎步。而对一个专业球员来说呢，我们的小碎步或者小步呢，是帮助我们每一步做对启动了，我们都在动，能理解吗？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！不要以为你看球，你看自己打球，哎，好多小碎步啊，所以我接不到球，不是啊。如果你发现你在原地，是因为你被骗了，要不然你的启动不对，或者是你节奏完全不对，导致你在原地挣扎很久才动。我们是一启动我们就知道了，然后我们要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步就跨步了，所以我们会抢得特别快，能理解吗？所以呢，现在你们明白了，现在你们再去看一些国际球员，对吧？你们看到的是所有很快速度的人。都是他们步子特别小，即便是一个大对角啊，如果大对角很慢的球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如果大对角你掉个球，啪，别人掉一个很挡网打得很慢，你可以啊，大步可以啊，哦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想这球要落地了，这个球要落地了，你这样子啊，那球要落地了，你猜，哎，落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得踏小步，就直接跨了，就直接做了，懂吗？你看我前面是小步，踏，我要赶紧踏，我才可以换去一个弓箭步。如果我连换去左腿这个时间都那么慢，我要怎么做弓箭步？如果我从这个换去左腿都那么慢，我这样子，完蛋了，大哥，落地了，能理解吗？现在我觉得应该就很明显了。好，那这边你们可能问我们要怎么练？好，很简单，如果你们平时在练步伐的时候呢，尽量做小步点。所以有时你会看有些人他们练步伐的时候，他们会练半场而已，对吧？他们只会练半场，他们就小步踏。这种是帮助你练节奏，帮助你习惯做小步啊。比方我这边对吧？我在这边跳吗？那如果我在这边同一样地方，我要跳得远可以吗？一样的，我就可以跳得远啊。我只需要跳在空中久一点，我就去得越远啊。能理解吗？所以呢，比较难的是前面这小步。所以平时你可以练这种半场的步伐，快的踏啊，然后你再练全场的时候，你可以练这个大方块的也可以，懂吗？练到 OK， 然后你再打全场的。记得啊，我们是要小步，越快你越可以主动，你越可以突击，你越有所谓的主动权。好，最后一点呢，小步有什么好处？小步就是帮助你调整的很快。比方说啊 ，OK， 如果有一个人站在我前面在扔球，他会扔左扔右，而比方说我这样做啊，我是这样子，他在拿着球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扔我是这样做，大步，好，这个时候他扔啊 ，OK， 比方我这样走。我往这边走的时候，他扔这边，我就会这样子，很慢，对吧？肯定吗？对吧？比方说我这样走大步，刚好我往这边要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扔，我就会接不到。但如果我用小步的话，他这样子走，对吧？刚好我站这边，我要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扔我就可以一踏我就走了，能理解吗？所以你会看到越小步的时候呢，你的调整步会越来越快，就可以动。懂吗？所以为什么你看，即便是安塞龙那么高个子的人，他为什么有时退后的时候，他都不是用大步呢？因为他要调整呢，他要掌握好节奏，他会这样动，对吧？打完球他回来小步，为什么他这边是小步呢？为什么他的并不是小步呢？他不是大步呢？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当然，像我说的，如果是很主动的话，你可以球很高很慢，用大步可以，你可以省力一点，但是肯定你会节奏比较慢，但是因为球更加慢没有问题。最后一点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就是呢。如果你步子不对啊，即便你是一个短冲的，还是你是波特啊，你都会比一个正常球员没有那么快速度，但是会做一个正确的步伐和弓箭步做的慢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如果比方说我弓箭步不对啊，
我弓箭步是这样子，很多人就这样子直接打开，然后伸手，然后压这边嘛，然后这边会受伤吗？每个人会这样打吗？对啊，很多人都会这么做。然后这边会高，这边会下去，然后他们不知道方法怎么做，然后他们还想下去，他们怎样？他们就一直下这边，然后他们下去，然后就哎呀就受伤了，变成呢，你每一次这么做的时候，你身体会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不要跑那么快，你跑太快你会摔倒的啊！你跑那么快你会摔倒的，你会站不稳。慢慢的你打得越久，是慢慢你的身体已经提醒你，从潜意识当中已经告诉你。不可以跑那么快，要不你站不稳，因为你弓箭步不对，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以为是腿部力量的问题，慢慢你就越来越慢，然后你就习惯了这个速度，已经习惯了。然后过后呢，教练说再快一点，还是你打就是想要快一点，你快不起来，你觉得哎，为什么我快不起来啊？因为你的潜意识跟你说不能跑太快，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要是跑快，你就会摔倒；你要是如果真的冲得很快，你就会摔倒。好，那但是如果你弓箭步做对，我们就说一个弓箭步的方法做对啊，这个弓箭步方法做对啊，哎，你现在慢慢跑快一点，哎，都可以站得很稳，哇，你就可以更加大胆的跑快了，你都可以站稳，哇，过后你就可以更加快了，你就不用带停了，冲，然后直接，因为你弓箭步做对，所以步子对，每一个方法对是多么的重要，因为你的身体潜意识当中。会告诉你应该慢还是应该快，然后你身体会习惯了，懂吗？所以为什么方法那么重要啊？步子小也是一个方法，步子对，启动对，弓箭步对，确认不对，这些也是方法。这些对了呢，你身体有多少速度你都可以用；不对了呢，你身体有多少速度你都用不了，因为你会站不稳，接球接不对，接完球回不了位，能理解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方法是最重要，不管是步伐什么技术都是，啊，这些所有东西，我们的网课都是有很仔细一个一个的去跟你讲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今天的教学就到此为止。OK， 现在你们就明白了，好吗？为什么我们所谓的小步是什么啊？为什么一定要做小步，你才能够到位，你才可以更加快。然后这一步你只需要做一个正常的跨步，如果很高，你要跨步，你要抢得更加高，你做一个大的跨步。那如果很低的话，还是可以做跨步，只要你接近球了，做个大跨步，你就可以接到球了。OK， 所以你再去看这些顶尖球员呢，你看这些很快的，他们的并步都是比较小的，然后到最后一步他们做一个大跨步，比起你的并步呢本身就很大的话，就很慢。OK， 好，当然呢这边一定要再强调，就是你必须要会步伐，你必须要会不同的启动方法，你必须要懂得怎么移动的时候做启动。最多人就卡在这边，最多人卡就在这边，因为你们本身练的启动呢是静态启动，那个是做不对的。你要懂得怎么动态启动，这是很重要。你会了这一点的基，你就好像一个专业球员了。OK 还有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打球很不协调，好像很僵这样子，对吧？好像我刚才做的那个你们所谓的小碎步，讲很僵，不是因为你们身体的问题，也不是因为你们不协调，是因为你们动作不对，显得很僵。如果你们懂得怎么做一个移动启动的话，整个人就好像飘着走了。能理解吗 ？OK， 然后不同的并步，后脚操怎么用，等等的，这些呢，我会建议你们去看步伐的网课，每一点都有很仔细的教。更重要就是，如果你们看到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可以发个视频给我，我会以视频针对性的给你们纠正，好吗？那就先这样子 ，OK， 我最后要说一下，现在所有的课程呢，我们还是有给春节的大优惠，所以不要错过，好吗？那我们等6号或7号或8号晚上9点，我们再直播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聊不同的顶尖球员，还有回答你们的问题。OK， 那就先这样子。有什么问题在下面评论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